共軍要封鎖台灣，衝擊的不只是台灣而已。日本經濟海域一旦被中國大陸長期控制，能源、航道主權全被卡死，日本到底能容忍多久？高市早苗真的在護台嗎？還是他在搶救日本自己？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施孝瑋的軍武大觀，我是施孝瑋。每週二晚上8點，請熒幕前的觀眾朋友要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最重要加入會員，斗內賞一點螞蟻肉吃啦！一旦共軍封鎖台灣，日本會發生什麼事呢？其實我們看到，今天如果兩岸之間發生軍事衝突，對於中國大陸來講，由於他要對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因此在台海周邊，甚至台海附近的日本的經濟海域，有可能大陸的這個兵力會直接進入，然後在這個地方就攻擊位置，或者是對我方的這個艦艇呢，如果要向東邊蘇博等等在海上呢要進行攔截，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那你說日本有沒有可能被迫切入戰火？其實這個答案基本上是很肯定的。為什麼？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不但中國大陸可能會利用到台灣東部的菲律賓海，那這個台灣東部的菲律賓海對於日本來講，其實是一塊非常重要的水域。怎麼說呢？因為日本今天它最重要、最所依賴的就是他們的海上石油生命線。其實由於我們剛剛講到西太平洋地區這些重要的經濟體，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有大量的石油生產，所以所有的石油都仰賴從中東進口。那這條生命線從日本的九州開始，然後經過日本的這個琉球群島，然後來到達台灣的這個東部，或是走台灣海峽，然後再經過台灣的巴士海峽，或是進到東沙島附近水域，進到南海，越過新加坡之後，進到馬六甲，然後過了安達曼海，橫越整個印度洋，到達哪裡嘞？到達波斯灣。這個是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等等亞太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他們所有的共同的海上石油生命線，對大家來說都非常重要。但日本而言呢，更麻煩的是，对日本輸入的這個能源船呢，在台海周邊。因為台海之間的這樣一個緊張態勢，要讓日本的這個能源船呢，被迫它可能在南海的時候呢，走進菲律賓的這個中部海域，然後由菲律賓的中部海域切穿進入菲律賓海之後，重新航向日本的話，在航程上大概會多到差不多約3天左右。那這3天下去，其實對於日本國內來講，就會造成能源的這樣一個危機，或是能源的依賴感的這樣一個惡劣化。所以對於日本來說，他們就會非常擔心他們的這個海上生命線，因為台灣跟大陸之間這個軍事衝突而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所以對日本來講，台海周邊有事，的確就日本有事為什麼？因為台海有事，我們剛剛講到，日本的海上生命線等於實質的被迫要轉道，然後或甚至於要這個因此而延長。那當然，其實以現代這個軍事海上技術來講，中國大陸對台灣進行北京眼中的國家統一戰爭的時候，他可能一開始不見得馬上立刻用非常高強度的這個軍事攻擊，有可能一開始他先利用包含我們講到的這個海上的隔離區隔之後出來呢，雖然說在這個情況下，有可能來台灣的這個船隻會被這個中共扣留、加以逮捕或是遣返。那其他國家船隻只要他能夠提出這個證明，他不是要前往台灣的這個港口的這個證明呢，基本上就可以放行。但是我們剛剛講到，你在這個海上驗證跟查驗的種種執法這個過程，它其實會耗費掉相當多的時間少則半天，多則1、2天，因為大家都要排隊受檢的話，對不對？那這時候在海上，你等於說你今天你要被檢過這條船才能過去。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那日本的這個輸入型的這種能源的這個需求，自然而然的就會受到很大的這樣一個推遲。可能原本這個每一天固定要到的這個船班呢，會拖到可能1天半甚至2天才有可能到。這對於整個日本的高度依賴外面能源對內輸入的這樣一個國家來說的話，無疑的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能源問題。所以對於日本政界來說的話，即便他們早也知道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當然高市早苗發言的立場的確也就反映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受到威脅，而且並不見得是全然的支持台灣。為什麼呢？大家會覺得高市早苗講這樣的話，他基本上就繼承了原先的安倍首相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重要的這樣的理念所以呢，基本上他是為了保台，是為了挺台的。其實我們深究來看其實從高市早苗的這個發言來說的話，他真正所擔心的也並不是說他在台灣有什麼利益會因為這個中國大陸跟台灣之間的軍事衝突而受到侵害，他着眼的，他擔憂的其實就是自己的海上石油生命線。因為對於日本來講，
它的南邊航道上最重要的這塊海域，如果因為軍事衝突而必須暫時甚至要有一段時間受到封閉，或是沒有辦法暢行無阻的話，對日本來說，能源的這個輸入勢必會成為一個大問題。那這個時候，你說日本的經濟的這個情況，或是整體的這個國民的這樣一個生活，還能夠維常，然後完全沒有任何改變嗎？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是絕對這個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呢，這個部分你也可以看到，這次一系列的談話之中呢，我們發現，美國並沒有非常支持高市早苗，不管是美國的川普總統分別跟這個習近平習主席通過電話，再跟高市首相通過電話以後，你看不出美國有非常力挺高市的這樣一個趨勢。為什麼？因為其實這個中間產生了一個非常微妙的一個關係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大家都熟知，今天如果日本有事，就等於美國有事，因為日本跟美国之間有簽署了這個美日安保協定，也就是說，當日本遭到第三國攻擊的時候，那美國要毫無疑問的要協防日本。但是今天這個協防日本這件事情，它有這個主賓的這個關係比如說今天日本突然遭到了這個俄羅斯，或者是像北韓這種國家突然的這樣攻擊的話，對於這個美國來講，當然毫無疑問的，他要讓這個美日安保啟動，因為基本上其實這些國家如果一旦對日本發動攻擊，其實基本上打的不是日本，打的是日本背後的老板，也就是美國。但是今天如果說兩岸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如果當北京非常技巧的把武力的行動縮限在台海周邊，以及呢把中國大陸認為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來處理的時候，也就是說他基本上他不希望第三方涉入。你看這些年來中國大陸解放軍開發了一系列非常強大的反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要實踐他這種所謂的台灣問題內戰化，或是兩岸衝突內政化的這樣一個方式。那但這個時候你日本摻和進來了，對於北京來講，中華民國之前的清國因為跟你日本打了敗仗，把台灣割讓給你。我今天是用北京的角度來講，以至於我今天北京到現在還收不回來，你日本就是始作俑者，就是最可惡，就是因為你，所以我今天台灣這塊土地我收不回來。這個時候你高市早苗還在這個國會中講出這些話，所以從北京的角度的觀點來說，你是最沒有資格講這個事情，因為你講這個事情就有點干涉中國內政的這樣一個部分。當然是不是如此？其實從高市早苗他一系列的這個談話邏輯來說，他是擔憂，如果說今天台灣周邊發生重大的事件之後，讓日本不得不捲入進去。但是從美國的角度來說，如果今天美國跟日本的部隊沒有直接受襲，那美國拿什麼理由來介入兩岸的這個衝突？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所以就是說，今天如果美國決定要涉入兩岸衝突，美國決定要涉入，那當然你日本就要自動的讓美日安保生效，而且呢要集體自衛權解禁，要讓日本對於駐日美軍提供所有的行動上的支援。但是並不代表你日本可以跟中國大陸單獨的發生軍事衝突，然後把我美軍牽扯進來。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川普好像並沒有在外交上有比較強烈的行動來支持高市，原因其實就在這裡。也就是說，對於美國來講，很清楚的一件事，美日安保要做什麼，決定怎麼樣，何時何地如何來介入，是我美國決定，不是你日本拉着我。OK， 當然。日本在台海戰爭中實際保護自己的手段會是怎麼樣？其實對於日本來講，我們看到，由於日本過去它的這個非戰憲法中規定，海上自衛隊跟航空自衛隊要維持日本周邊海域1500海里左右的海上航行安全。但是我們也看到，現在日本的這個海上跟航空自衛隊的作戰的平台，它的性能比過去大幅的突出，而且也再加上其實美國在整個全球軍力的這樣的調整，因此美國讓日本的這個自衛隊，其實在區域之中有更遠跟更大的這個行動權。嚴格來說，日本自衛隊現在離這個所謂的日本的國防軍其實只有一步之差。這一步是什麼呢？也就是正名化與否了。所以也就是說，其實日本的這個自衛隊現在來講，它整體的這個軍力已經比周邊很多的國家跟軍力還要強大。那也就是如果今天一旦這個台海戰爭中真正爆發了，那日本在這個地方會使用什麼樣的這個實際手段這個盡量的這樣一個保護自己呢？我覺得以現在你看到日本它的這個作為是什麼？它會盡量的用基建來監視住這個第三方在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裡面進行軍事行動的第三國軍隊。那但是也同樣也會透過強烈的外交照會，要求第三方的這個軍力撤出日本的專屬經濟的海空域，然後呢不要在日本的這個專屬經濟海空域發動軍事的行動。中國大陸對於這個日本的這樣一個應對方式呢，其實可以說相當的多。例如我們前幾天也看到，中國大陸利用轟6轟炸機穿越石垣宮古水域之後沿着菲律賓海的北緣距離日本領土大約500到600公里的航線呢，它飛了一趟來回。它這一趟來回，其實在戰術意義上它有跟美國的 B-52轟炸機從關島起飛
飛到中國大陸的東海繞一圈回去之後呢，其實完全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為什麼？因為它這個航線呢，就告訴日本好，以及告訴駐日美軍，我今天我這個轟六轟炸機過來，我可以打擊哪些目標。但是因為我如果轟六轟炸機過來，我要對你發动攻擊的時候，如果我沒有發射飛彈之前，基本上我並沒有進行正式接戰的程序的話，你也不能對我如何。但是如果說今天我一旦飛到這些位置，其實你可以從航線上清楚的看到，轟六轟炸機可以威懾到本州、九州，好，這些駐日美軍以及日本自衛隊的這些基地，都已經是在它的這個射程範圍之內。當然，其實我們也看到駐日美軍啊，跟日本自衛隊基本上也不是吃素的了。那如果就是說中國大陸未来真的在軍事行動中運用轟六轟炸機進到這些區域，要威懾這個日本的這個領土上面的日本自衛隊跟駐日美軍的話，想必它的難度也一定不低的。為什麼？因為成平時期你可以來飛，就像現在成平時期啊，B-52轟炸機可以飛到東海繞一圈出去。但如果真的打仗的時候，你說美國已經跟中國大陸發生軍事衝突以後，B-52轟炸機有那麼容易能夠到東海上空飛一圈嗎？當然，那個時候美國派的轟炸機可能會換成 B-1 低空高速穿透，或者是 B-2 逆軸轟炸機來進行這樣一個任務。但是這個時候呢，不管怎麼講，由於是成平時期，所以雙方可以借由這樣一個武力展示以及武力威懾的這樣的方式呢，來告訴對方我能夠做什麼。那當然，對日本來說，如何用最大克制保護與那國島24海里，不讓解放軍用封鎖台灣的名義，讓與那國島的這個主權受損，也就是中國大陸在對台灣軍事行動之中，它很可能會讓它的軍事行動盡量縮限在台灣東方所有公海的這個水域之內，或許可能無可避免的會進到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但是從北京角度來講，當我決定要解決我現在認為最嚴重問題的時候，那這時候日本方面的這個抗議等等，對他來說就不是一個中方會認為去需要第一時間注意跟在意的這個問題。當然，日方是不是有可能要求這個進到日本專屬經濟水域裡面的共軍比如說在多少時間之內一定要離開如果不離開就如何如何。但其實我個人來判斷，如果今天即便他做了這樣一個外交照會跟要求，到時候中方的軍事力量不離開，但是也不對日方採取敵對性行為的話，對於日方來講，他其實在國際法上，他也沒有權利去用武力驅趕這些中方的這個兵力離開日本的專屬經濟水域。所以，其實對於這個日本來說的話，如果真的面對北京對台北發動了這個大規模這個軍事行動，對於日方來說，可能真的就是要非常的用高度的這個忍讓，以及呢用最大的幅度來監控共軍，不要把戰火蔓延到日本的領土。因為一旦共軍的軍事力量蔓延到日本本土，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與那國島，因為與那國島離台灣非常非常近，就在台灣的這個東邊100多公里那這個時候如果共軍在台灣的東部進行軍事活動的話，你說很難不進到與那國島24甚至12海里的這個領海的這樣一個範圍。所以對日方來講，日方一定會強化他在這個與那國島的守備跟防務。那同樣可能對於就是如果今天有進到與那國島24海里甚至12海里之內，他會採取比較強硬的這樣一個行動。這是在日本在他國際主權上所授予他可以進行的這樣一個行為。但是如果就是說中方非常的小心跟謹慎，把對台灣的軍事打擊縮限在台灣的這個防空識別區，即便是在日本的這個專屬經濟海域的公海之上，如果中方對日方沒有敵對性或是升高敵意的這樣一個軍事作為的話，日方其實還蠻不容易能夠主動介入的。好，如果日本主張維持自身經濟海域航行自由來介入台灣的封鎖行動，解放軍若在與那國島24海里外實施臨檢或排他的控制，美日可採取哪些合法但具實質阻斷效果的反制行動呢？這些行動的交戰門檻與升級風險分別何在？這個題目我將會在會員專屬影片中為各位資深軍迷回答，請訂閱頻道，加入會員，解鎖更多軍武會員專屬影片。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觀點。我們下周二晚上8點再見。如果今天共軍進行不管是